冬天老人洗澡早灭阳晚生时，什么时间最合适？提醒：几点需注意？冬天的早晨，陈大爷起得很早，像往常一样准备去洗个热水澡。虽然觉得洗澡可以让自己暖和一些，但心里总是有些犹豫。他想，奶奶曾经提醒过他，早晨洗澡容易灭阳，而晚上洗澡则可能让湿气加重。陈大爷不禁开始思考，冬天究竟什么时候洗澡最合适呢？陈大爷习惯了早上洗澡，觉得这样一天都会特别精神。可每次洗完澡，他总是觉得有点冷，尤其是刚刚出浴时，湿气一进来，浑身发凉。想着奶奶的提醒，他不禁疑惑，是不是早晨洗澡真的对身体不好？是不是应该等到晚上再洗呢？老伴小张阿姨在旁边看着他说，老陈，冬天洗澡也有学问，光是时间不一定够。洗澡的水温，洗澡后的保暖都很重要。你说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呢？一、阳气与冬季洗澡。阳气，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词，其实是中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它就像身体的小太阳，支撑着我们的精气神。尤其在冬天，阳气更是御寒和抵抗疾病的关键。可这个小太阳也很脆弱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寒气侵袭，影响身体的平衡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冬天洗澡到底会不会对阳气产生影响？在中医的传统观念中，阳气白天生发，晚上收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晨洗澡会灭阳。清晨，身体刚从一夜的沉寂中苏醒，阳气开始慢慢升腾，如果这时候突然用热水洗澡，虽然暖和，但皮肤毛孔会被热蒸汽打开，体内的阳气也会散发得更快。尤其是对老人来说，本身阳气已经弱，再加上抵抗力下降，这种灭阳的说法听起来并非空穴来风。但现代生活也有自己的逻辑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早晨洗澡是唤醒身体的仪式。一觉醒来，冲个热水澡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感觉一整天都充满干劲，特别是上班族和年轻人，这种清新的感觉比喝咖啡还提神。那么，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到底能不能找到平衡？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早上洗澡是不是灭阳，而是要看怎么洗，洗完之后怎么保护身体。与此类似，晚上洗澡虽然暖和，但也有隐患，夜晚是阳气收敛，阴气主导的时候，洗澡容易让湿气积聚在体内。如果洗澡后没有及时擦干头发或者做好保暖工作，寒湿结合，就容易让身体受凉。特别是关节和腰背部分。其实，不管早晨还是晚上洗澡，健康的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生活习惯做选择。如果体质偏寒或者手脚容易冰凉的人，晚上洗澡也要格外注意，避免湿气加重身体的不适。无论是注重阳气的老一辈，还是追求清爽的年轻人，冬天洗澡都需要讲究方式方法，既让身体感到舒适，也不要忽视阳气的重要性。毕竟，健康永远比一时的便利更值得珍惜。二、早晨洗澡真的灭阳吗？许多人都听过早上不能洗澡，阳气会散掉这样的说法，尤其是一些老人家，总觉得早上洗澡像是犯了什么天大的禁忌。但年轻人往往不以为然，觉得早上洗个热水澡清清爽爽。这个问题看似是代际观念的碰撞，但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些科学和养生的学问值得探讨。早晨洗澡，特别是在冬天，容易让身体受寒，阳气散掉后，可能导致整个人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。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的老人来说，早晨本来血液循环较慢，如果冒着寒气去洗澡，反而可能加重身体的不适。另一方面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白天忙碌不堪，早上洗澡似乎成了一种习惯，甚至必需品。早上洗澡确实能让人觉得精神焕发，这不仅仅是心理作用。洗澡时温热的水流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舒缓肌肉的僵硬，的确能起到一定的提神效果。冬天的早晨寒冷，室内外温差较大，如果一大早洗澡，热水一停下来，寒气就容易趁虚而入。尤其是老年人，血管弹性变差，突然遇冷可能引发血压波动，甚至心血管问题。此外，经过一夜的睡眠，血液粘稠度相对较高。早上洗澡时，如果水温过高或者洗浴时间过长，可能增加心脏负担，反而对健康不利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需要完全避开早晨洗澡。
如果室内温度足够，浴室暖气充足，同时选择温热的水温，而不是太冷或太烫的水，再加上体质允许，早上洗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关键是要避免长时间洗澡，水温保持在40°C左右，同时洗澡后迅速擦干身体，穿好保暖衣物，确保身体没有受到寒气侵袭。科学的洗澡时间和方法取决于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。传统智慧并非全无道理，但也需要结合现代医学观点去理解和应用。在早灭阳这个问题上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需要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平衡健康与舒适才是养生之道的精髓所在。3. 何时洗澡最合适？冬天洗澡是个讲究时机的事情，人的体质不一样，适合的洗澡时间也有所不同。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，而不是盲目跟风。如果你是阳虚体质，冬天特别怕冷，手脚总是冰凉，那早晨洗澡就不太适合你。早晨气温低，阳气刚刚开始升腾，身体还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，这种时候洗澡容易让体内的阳气被耗散得更快，反而让身体变得更冷。对于阴虚体质的人，情况又不太一样。如果你总是感觉身体燥热，容易出汗，甚至晚上睡觉还爱踢被子，那早晨洗澡可能是不错的选择。早晨洗澡能够帮助你舒缓燥热，提升一天的活力，但即使是阴虚体质，冬天早上洗澡也要注意别用过热的水，否则反而会加重燥热感。晚上洗澡则更适合那些白天劳累、想要放松的人。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，晚上洗澡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，温热的水能缓解疲劳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帮助睡眠。但晚上洗澡也有讲究，尤其是对于湿气较重的人来说，洗澡后不注意擦干身体或头发，很容易让湿气入侵体内，导致关节酸痛或加重寒湿体质。年轻人的体质一般比老人好，阳气充足，耐寒能力强，对洗澡时间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。但对一些特殊体质的人，比如平时容易感冒、关节疼痛，或者总是觉得疲惫无力，洗澡时间就要稍微谨慎一些，避免加重身体的不适。洗澡时间的选择，除了考虑体质，还要结合当天的天气情况。如果气温特别低，建议尽量避免早晨洗澡，选择在气温回升的时段更为合适。室内的温度也很重要，洗澡前可以提前打开暖气或者热风机，让环境变得暖和一点，减少洗澡过程中温差对身体的刺激。洗澡这件事看似简单，其实背后有不少门道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。冬天什么时候洗澡才舒服又健康，真的不能一概而论。4. 洗澡时的注意事项。洗澡这件事虽然简单，但要洗得舒服又健康，里面的讲究可不少，不仅是洗澡的时间要选对，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。冬天洗澡，水温是最先需要关注的，很多人觉得天冷就要用很热的水，觉得那样才能驱寒，但过热的水会刺激皮肤，使毛孔过度张开，加速身体水分流失，洗完后皮肤干燥甚至发痒。对于老人来说，血管的收缩和扩张能力相对较弱，过热的水容易引起血压波动甚至晕眩。最适合的水温一般是和体温接近，大概在37°C到40°C之间。洗澡的时间长度也不能忽视，很多人一泡浴缸就是半小时甚至更久，觉得这样才够享受，但其实洗澡时间太长会让体表的毛孔长时间张开，导致体内热量散失的更多，尤其是在冬天。长时间的高温环境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对于老人来说，每次洗澡控制在15到20分钟是比较安全的，既能清洁身体，也不会因为过久的热水刺激而出现不适。洗完澡后的保暖是另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环节。很多人觉得洗澡后身体暖和，不会立刻穿厚衣服，这其实很容易让寒气趁机侵入体内。冬天洗澡后一定要尽快擦干身体，特别是头发，最好用干毛巾彻底擦干再吹干，防止头部受凉。擦干身体后尽快穿上保暖的衣服，尤其是背部和脚部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要重点保护。在选择沐浴用品时，也要注意避免使用刺激性太强的清洁产品。冬天皮肤敏感，最好选择温和型的沐浴露或肥皂，尽量减少对皮肤的刺激，让皮肤更滋润。洗澡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，但其中的细节却能直接影响健康。
特别是在冬季，不仅要选对时间，还要关注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，从水温到时间长度，从环境到保暖措施，每一步都需要用心做好，才能让洗澡真正成为一件既舒服又健康的事情。结语：冬季对老年人来说，洗澡不仅是日常的清洁，更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。阳气在寒冷季节尤为重要，它支撑着我们的身体免受寒冷侵袭，保持活力和免疫力。而冬天洗澡时的时机和方法，直接关系到阳气的保持与健康的维护。不论是早晨洗澡还是晚上洗澡，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时间选择，而在于如何做好洗澡后的保暖工作，如何避免寒湿的侵袭，尤其是在冬季。总之，冬季洗澡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在选择早晨或晚上，而是要根据自身的体质特点，结合实际环境和生活习惯，采取科学的洗澡方法。正确的洗澡时间、适宜的水温、合理的洗澡频率，以及洗后及时的保暖，都是确保老年人健康和舒适的关键所在。